Hello， 我是 Jane， 欢迎回到我的任意门。从之前的影片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在9月份的时候刚去京都还有大阪。那这是我第一次在日本入境的时候使用 Visit Japan Web， 发现真的非常的方便，相当的好用，所以我个人十分推荐。那在今天这一支教学影片呢，就带大家一步一步的来设定 Visit Japan Web。那在影片的最后呢，也会带大家来设定2024年全新的海关申报以及入境审查2合1的 QR code 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什么是 Visit Japan Web 呢？这是日本市政厅开发的一个线上工具，用以取代之前传统在入境日本前，我们在飞机上是不是要写2张白色的表单？那使用 Visit Japan Web 就可以在出发日本前，在台湾的时候就先行填写，所以一切就变成线上作业，数位化、少纸化，也可以更环保、更方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填写的第一步流程，建立账号。首先，我们在 Visit Japan Web 的页面上直接点击建立新账号，同意2个事项之后就可以开始。填入你最常使用的电子邮件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收验证码，它的密码设定比较复杂，必须要有10个字元以上，那包含英文的大小写，还有数字以及符号。在密码输入完之后呢，就回到你的信箱来收验证码，然后把验证码再填上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下一步呢，就是要登入以及填入个人的资料，所以我们把刚才的电子邮件再进行登入，还有你预先设定的密码。那至于要不要选择多重验证呢，就看你个人的喜好。如果选择的话，当然安全性会多一层的保障，但是呢也比较麻烦，就是要再去 download 它的 app。那我个人是选择没有申请多重验证。那选择完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登入你个人的资料了。那首先他会询问是否持有日本发行的护照，那我们大多持有台湾护照的朋友们都是填否。那是不是住在日本呢？也看大家的状况，大部分我们是来旅游的，所以是填否。接下来他会询问是否要使用免税 QR code， 那这个也是要看个人的喜好跟需求来选择是或是不是。如果需要免税 QR code 的话，那就 follow 它的步骤，扫描护照会建立一个免税的 QR code， 但是我个人是没有申请，因为目前在日本有许多的商家，如果你在购买产品然后需要用到免税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会要求你出示实体的护照，所以呢，我觉得用这个 QR code 的便利性就没有那么的高。好的，那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要填写你的护照资料了。在这边呢，你可以选择直接用内建相机来拍摄护照，它可以自动填入你的资料，相当的方便。或是你可以选择第2，手动建入你的资料。所以如果点选自行填入护照的话，就把你的护照号码、姓名等等相关的资料正确的填进栏位就好了。填完之后呢，就按下一步。在这边呢，本人资料已经填完了。最后它会秀出你刚才所填写的所有资讯。那我们可以再做最后一步的确认，所有资料都是正确的填写之后，那就已经完成登入咯。最后呢，他还会询问是否需要申请 Visa。如果是台湾或香港的朋友，这边是不需要申请的，因为我们直接用护照就可以免签入境日本旅游。在本人资料的下方有同行家人资料填写的选项，就是特别针对在你的同行家人之中有行动不便者或是小婴儿，你可以帮他们一起填写，在入境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那如果在同行的家人并不是小婴儿或是行动不便者，我们是建议每个人自己填写自己的资料，在后面生成自己的 QR code。如果有要帮助同行的家人或是小婴儿填写的话，那就直接点进去，按照刚才的流程，把相关的基本资讯都填入即可。最多可以帮10位家人一起来申办这样的一个入境手续。接下来我们进行到第3个步骤，
登陆入境回国预定。他会询问要不要沿用之前已经登录的资料。如果这不是你第一次使用 Visit Japan Web，那它会记录你上一次行程的住宿相关资讯。如果你要继续沿用的话呢，就选择沿用。但大部分的旅客，我们每一次旅行的时候所住宿的地点可能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这边点选不沿用并继续登录。接下来是使用旅行名称，因为如果接下来你不只是一次会去日本的话，那这个旅行名称可以方便你去辨别每一次不同的旅程，比如京都之旅啊、北海道之旅等等。所以输入呢你想要的旅行名称，然后抵达日本的预定日选择好。航空公司的话，那就选择你所搭乘的航空公司。那我这次是搭乘华航，所以就选择华航的代码 CI， 然后再把航班号输入进去，就可以进行到下一步。那出发地的话，如果是从台北出发，我这边就写台北。在这里要填写你在日本的住宿资料。如果在这次的旅行当中，你会入住不同的 hotel， 那就选择你第一个会入住的饭店，然后把这个饭店的资料填进去就好了。这里有一个以邮递区号自动输入的功能，十分方便。只要把邮递区号打进去之后呢，它直接就会帮你生成都道府县等等的相关资料。所以我很建议大家直接把邮递区号打进去，让它自动生成，就可以免去要做后续很多打字的动作。在日本境内可以联络的电话号码，在这里你可以选择输入在日本饭店的饭店电话，或是如果你有看手机漫游的话，也可以直接把自己的手机号码放进去。接下来会询问要不要选择同行的家人一起。如果刚才你有为其他家人填写的话，那么就一起来进入申报的流程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4个步骤，填写检疫跟海关申报资料。联动 Visa 的部分呢，一般来说以台湾或是香港的短期观光客是不需要申请 Visa 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略过。我们点选检疫，回答现在有没有身体不适的状况，没有的话就按否。开始填写海关申报的资料。这时候呢，它会出示我们刚才填写的这些基本资讯。那这时候我们再一次的确认所有的护照、个人讯息等等是不是都正确。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呢，我们就按下一步。入境资讯，我们选择旅游。接下来就填写会待在日本的天数，这次是8天，所以填入8天。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相关事项，也就是之前我们传统填写的白色入境资料卡的这些内容。那他会询问，比如说有没有遣返啊、犯罪啊等等。那通常我们都是答无，然后进入下一步。开始确认你这一次所携带的物品内容。那么跟之前海关申报一样，会问一些是不是有带危险物品啊、水果啊、等等，那就是依照它的指示，基本上都是填否。到了最后一个页面，同样的它会秀出你刚才填写的资料，我们再次做一个确认，无误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进行确认到下一步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入境审查以及海关申报的 QR code 已经生成好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会把这个 QR code 截图下来存在手机里面。所以抵达日本的时候，在你提领完行李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到旁边的机器上直接用你的护照，然后扫描你的 QR code， 那它的整个入境流程就相当的方便。那如果你刚才有为其他家人申请的话呢，在名字的下方这个下拉的选项可以点选他们的名字，那也会有相对应的 QR code 出现。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。如果大家还有需要其他跟旅游相关的教学影片，请在下方的留言处告诉我哦。那之后我也会再去制作大家所需要的相关内容。
最后，请大家订阅、按赞支持我的频道，非常感谢。那我们下集见喽，拜拜。